各位好，我是 Spike，今天属于加餐啊，主要想跟各位聊一聊最近发生的这个纽约松鼠的事情。这个事儿呢，本来我也没有太关注，因为我虽然在北美，我也不太关注当地新闻，这是说来惭愧啊。也是这个，看其他的节目，突然就听到了这么一耳朵，然后我自己呢就去查了一些资料，说这个纽约松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查到的信息啊，是说有一个纽约州的一个人呢，他在7年前，拯救了一个小松鼠，好像是这个松鼠妈妈因为车祸被撞死了，还是怎么样哈、他7年前拯救了一个小松鼠，那么他救了这个松鼠之后呢，首先是联系一些这个动物救助的机构啊，就是也是想把它给有一个妥善的安置，但是由于呢，长时间联系未果，所以最终呢，他就决定自己养这个松鼠。这一养呢，就是7年。那在7年当中呢，其实他为什么会，这件事儿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呢？其实主要原因，我觉得还是因为他把这个松鼠啊变成了一个网红松鼠。在网络上呢发布了很多他跟这个小松鼠之间互动的这个视频，然后这7年之间就一直这么走下来。那最近是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据说呢是受到匿名的举报，说你们家有养这个野生动物，他们家除了一个松鼠之外，好像还有一个浣熊，但这个浣熊呢不是故事的主角，主要还是这个松鼠啊。然后就收到了，就突然家里就来了，好像说是十几个人，就是包括当地的什么，就是一些组织机构吧，不知道是不是有政府部门的啊，就是什么动物保护协会啊，什么东西乱七八糟协会这种哈，据说是来了十几个人，而且呢，好像还拿到了一些类似于像，我不知道那个怎么称呼啊，就是大概概念上就是像那种法院证明，就是法院开具的可以进你家收藏的这个，不是收藏去，进你家搜查的这个证明，那个应该不叫证明，那叫什么玩意儿？你们知道是什么就好了。现在这个脑子不好使。然后就是说像干什么一样的，就直接冲到他家里面去了。然后呢，让他跟他老婆呢，离开家，在院子旁边在那蹲了，还是坐了5个小时。然后说上厕所呢也要专人陪同。然后这个就到家里面去搜查，然后把他这个一个松鼠啊，还有一个浣熊就给带走了。那么主要的争议点在于带走之后对于这两个动物的处置啊，据说是也不是据说了，现在应该这个事儿是成为事实了，就是给这两个动物要进行安乐死。那为什么要进行安乐死呢？对方给出的理由就是因为抱歉啊，我对这个机构啊各方面实在是不了解，就是反正就是这群人吧，这十几个冲进代表的这些机构啊，动物保护协会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以这个举代了啊，我实在是不知道这个什么机构。然后他们就说呢，就是要给这个动物检测狂犬病啊，看它有没有狂犬病，然后就为了检测狂犬病，就把它安乐死了。在这个下这个安乐死决定的过程当中呢，这夫妻两个人呢也是，就是说尽了好话吧，也不听啊。这男的现在应该是安乐死了，安乐死了之后，到底有没有狂犬病呢？好像我也没有找到相关的报道，到底查出来了还是没查出来，也没说，估计是没查出来吧。查出来了肯定会说的嘛，是吧？然后就是说，这两个人呢就继续在网上发视频啊，痛哭流涕的，就说这个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然后不好好的关心动物，然后就这么一个事儿吧，然后还牵扯到了美国大选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最近2天正好在美国大选嘛，就说这个事儿会不会就影响到现任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执政党的选票可能会往下掉啊，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支持这个事儿哈。那事儿是这么一个事儿，这个是我了解到的啊，全不全面的呢就看吧，反正我尽可能的了解到这么多信息。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是我在这个搜集这件事情的信息当中啊，
我对这件事情的观点和想法发生的一个变化，以及呢，我找到的一个能够让两种不同的声音在大脑当中和谐相处的一个方法。所以今天聊我的看法，其实最终我是想跟大家聊一个事儿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啊，太多的人在看到一个新闻事件或者看到一个什么东西之后，太容易发自本能的希望把这件事情去归因。那也就是说，发生了一件事儿，那我们要找到这件事的原因。这个其实还不可怕，我觉得更可怕的是，大部分的人都希望去找到一个证物，希望把任何的事件啊，就是但凡是这种有争议的事件，比如说这个松鼠事件，这个松鼠呢起了个名字叫花生啊，以后我们也用这个可爱一点的名字来指代它啊，就是这个花生网红花生松鼠啊这个事件。那太多的人呢都是希望选边站啊，就有点像美国大选那种感觉，是吧？那你是支持这个安乐死的，还是不支持安乐死的？到底这个野生动物安乐死是对还是不对？就是我个人发现，很多人其实还是就是两方面在针锋相对，但是好像给松鼠安乐死这件事情呢，更多的人是站在了不应该安乐死的这个方向上面哈。但不管怎么样吧，就是找出个是非黑白，还是大多数人在关心大多数事件的时候的一个根本逻辑。那这样的想法呢，其实就很容易造成一些偏拗啊，就会造成一些浮于表面的结论或者是一些误区吧。因为你太想去找到正确跟错误了，然而生活当中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事情，其实你真的很难找到黑白分明，到底谁对谁错，很难找到的。那你又非要想找到一个，那这个时候呢，人们就很容易简单的进行归因，不想再去深究其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因为他的那个想得到对错的那种欲望啊，太强烈了，强过了我要思考这件事情本身，我要通过这件事情去改善或者去完善或者去自我进步等等等等，都忽略了。好像这个世界上进入他耳朵当中的所有事情，都是只要对错这么一分，就天下太平了。那反正他自己是能够，这个和自己的脑子是能够和平相处了啊。那我个人呢，起码目前是不觉得这样的方式是一种很正确的人生观，或者是乃至于价值观啊。我不这么觉得。虽然我读书也不多啊，就是也没读过什么书，但是这个就是因为我自己的频道啊，我自己在检索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了一些启发跟感悟，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啊。但是很多事情没有办法简单的归因和分对错，这件事情是我大概在十几年前没有用 Mac 的时间长，是十几年前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思考逻辑。不是，好像尼采还是不是尼采，谁来着？一下子忘了，说过一句话嘛，能让两种不同的声音并存在同一个人的头脑当中，这个是最高的智慧。啊，那就是年纪大了，很多名字、书名、人名，实在是就是平时能想得起来，一录节目或者正儿八经一说话就谁想不起来了啊。但这个不重要啊，您就当个笑话听就行了哈，不影响我观点的表达。那其实，在我刚刚接触到这句话和认可这个观点的初期，其实我是有一些顾虑的。那我会想，那要怎么才能融合啊？那一般我们从小说的就是脑子里面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要吃，一个不要吃，一个要去，一个不要去，是吧？就是针锋相对，两个小人在打架。这个时候好像维持这种状态时间长了，人会精神分裂的啊，不是有双重人格吗？是不是就是这么养成的啊？当年是这么想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跟阅历的增加呢，我越来越觉得，人生啊，其实越来越多的你得去接受，就是我是这样子的，我是先不得已被迫的，只能接受很多的问题没有绝对的正确跟错误，
必须让两种不同的想法在脑子里面一直待着，长期待着，没法解决，被迫的。你比如说我做这个频道吧，你到底是根据自己的初心想聊啥聊啥，怎么聊得开心怎么来。别人说你这事儿聊得不好，聊得啰嗦，我也不改，我全为了自己开心。到底是这样的一个小人呢，还是另外一个说我要看数据？哎，每一期视频发完，我要看一下它的后台数据，流量高的分析一下它为啥流量高啊，流量低的为啥流量低，就像达尔文的自然演变一样的是吧？那慢慢的把那个流量低的淘汰，流量高的去保留下来，逐步的每天发一条这么演变，把那个能吸引流量的因素最终全都总结出来，以后我就发一个就是高流量，发一个就是高流量，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对吧？那我在做这个频道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取舍？你说这两种做法谁对谁错？我是不是一定要搞清楚这件事情，把另一个打败，或者这样打败，然后只留出一种声音在头脑中的时候，我才能开始做这个频道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这个频道可能到今天也不会上线一期节目，而且未来的几年应该也不太会上线任何一期节目。我做频道这件事情，可能到死也只是我的一个美好的愿望，永远我的这张脸也不会被大家看到。所以我觉得这种简单的正物归因呢，其实是非常害人的。我不知道国外的学校学不学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或多或少，就算不直接学，应该会涉及得到，包括一些读物啊什么。但最起码在我的小时候，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没学过这东西。那所以我说，为什么我的这种想法比我用 Mac 的时间还短呢？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成长的环境当中，我的家庭、我的学校、我的老师、我的朋友，没有一个人跟我谈论这样的话题，所以我全凭自己的阅读、自己的积累、自己的思考，慢慢才变成这样。所以我一直开玩笑跟我们家那个孩子说，就是你们这比我幸福太多。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可以把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去传递给你们，但是很多我认为应该被传递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就全都没有被传递。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学习不好的孩子吧。那家长、老师看到像我这种，就直接放弃了哈。对家长来讲不至于放弃，但是他们可能会觉得，哎，这孩子考试分数都是始终在中不溜，能保持到中不溜就不错，一弄就掉下去，一弄就掉下去。您就别谈别的了，好好给我啃书本吧。所以就造成了我现在就是比较晚熟啊，这种在真正怎么做人这方面非常的晚熟。那讲到这儿呢，就是说我为什么说就是被迫的已经装了两种不同的声音必须做下去，因为我还是一个在喜欢的事情上面行动力比较强的人。那当时我在刚开这个频道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去分享说，就是因为太想跟大家聊天了啊，太想去分享自己心里面这些东西了，就是完全顾不上那些个了。这个欲望就是想去做频道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欲望，已经超过了人性本能的那种要分个对错的那种欲望，再加上我之前已经知道这样不好啊，这样分对错不好，所以我之前在做 podcast 呀，在往期的节目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说，其实我重点要做一个平衡嘛，我时刻要保证这两个声音同时在我的头脑当中，然后去互相的制衡。我觉得这样产出的节目质量应该才是我希望看到的，也应该是我的观众更希望看到的。那这个是我是怎么样接受这种两种不同的声音在脑中并存的一个简单的历史经历啊。那其实我还有一个事儿没有太想明白，就是我是被迫接受这件事情的。那既然我被迫接受了，被迫着，也觉得哎，这样其实真的是比原来那种非黑即白要好很多。我也承认它的好处，我也希望之后一直是两种甚至多种不同的观念在自己的头脑当中进行融合的这种方式啊，继续生存下去。但是有一个事儿一直没想明白的，就是说，到底它这个机制是怎么回事啊？明明可能人的天性是希望找一个黑白对错，因为这样活得比较简单啊，说白了点。但是
以我现在这种状态，对吧？是可以几种不同的声音并存了。我是怎么做到的？它是怎么和谐的？就是这种关系，我觉得他很好奇。这两种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声音，它明明是针锋相对的，但是它既然又能相处在同一个大脑当中啊，那么它中间也肯定有相互融合的地方。但这个融合的点是什么？就像我们说这个两个原子，就是原子核和电子一样的，原子核跟电子它是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那么电子围绕着原子核进行旋转，啊，那为什么旋转？因为互相有吸引。它为什么不啪挨在一起？因为互相有排斥。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宇宙底层的运行逻辑。如果你只会坚持非黑即白，你看人家原子都不是这样子的，对吧？组成物质的最基本结构，原子核跟电子这都不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就是要又有这个相斥又有相容，那么才可以。所以在这个花生的这个事件当中啊，小松鼠的这个事件当中，我最一开始是觉得这个是不行。那你不是说保护动物吗？那你为什么要把它进行安乐死呢？你有多少种的方法可以不对它进行安乐死的嘛？那我就继续去了解更多的信息，然后直到我去在这个事件本身追根溯源的时候，我发现了更多的细枝末节。比如说，美国是有一种规定，叫做你不能把野生动物去野生化，就是你不能养野生动物。那如果一个野生动物被你养了之后呢，它就失去了这个作为野生动物的生存能力了。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被安乐死。当然，这个事儿可能跟这个事件没有直接关系啊，我是后面查资料我才了解到的。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野生动物一直被养着，它已经变得开始亲近人类，它已经变得开始没有办法在自己的野生环境当中去进行生存、捕食，包括它的生活习惯已经全部改变了。那这个时候，当它离开这个人类以后，你把它放到野生环境当中，它其实也会死的。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会给它进行安乐死。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听说在加拿大会有一些地方会有这个狼或者是这个熊还是什么啊，就是频繁的，注意是频繁的闯入人类的居住地来偷人类的吃的。哎，那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人类的这个生存环境，甚至生命安全，狼跟熊啊，你想想看是不是？那会给他这个进行安乐死。那如果是这样看的话，你还觉得给动物安乐死是对还是不对呢？然后我继续这个查资料啊，然后又发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要给动物做这个狂犬病的检测，你要检测一个动物是不是有狂犬病，目前的最靠谱的方法吧，啊，是什么呢？就是抽取这个大脑当中的这个是叫干细胞还是什么？也就是说，得从它大脑中取东西，你只要取，这个动物就死了。那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呢？我查了一些资料，其实也是有的，目前其实正在开发阶段。其他的一些替代方案包括什么？用血液检查呀，或者是用其他的什么方式检查呀？有没有？有是有，姑且不说它的这个成本怎么样啊，但是有一个很要命的事情是什么呢？其他的这些检测的方式，它不能够100%的确定到底是不是有传染了狂犬病。那么目前对动物的检查只有这一种方法，就是对大脑开刀。那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只要是想准确的获得这个动物到底有没有传染这个狂犬病的话呢，你就只能先把它安乐死了。当然，你更残忍的做法是你不把它安乐死，你直接打个麻药弄进去，那还不如先安乐死呢，对吧？这个就不在咱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了啊。那么，当你了解到所有这些情况之后，你又对这个把这个动物安乐死作何想法呢？还是不是就是那么敌对呢？我相信这个网络上大部分的网友对这个安乐死的事情都持反对的状态是有原因的。这个就像股票的跌涨一样，往往不是因为公司的运营情况不好，而是因为大众的预期和股民的情绪所造成的。哎，这就是人类比较讨厌的地方，也是比较可爱的地方。
它毕竟是动物嘛。所以一说把小动物安乐死了，松鼠、浣熊那么可爱是吧？公园里天天见的啊，你去抓去把它安乐死，这个事儿本能上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特别是欧美就西方国家的这个人来讲，他都是不可以接受的。那姑且不说有多少人愿意去深入一点去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始末和一些这些细节，可能大部分人不太会，可能看到这个那夫妻两人是吧，失去了这两个陪伴他们多年的小宠物的时候，那个伤心欲绝、哭哭啼啼发上去的视频，拿着他们的画像是吧？大多数人可能就看到这个视频，就单方面的觉得我要支持你，甚至可能给你捐钱，然后我要去用我所有的办法去声援你、帮助你，这就来了。那我相信大家在网络时代，这个逛了这么久，对于这种事件应该也是屡见不鲜了。但其实你如果我不知道各位对这件事件了解的始末怎么样啊，但是如果你对我刚才描述的那一系列的细节你都听进去了，都纳入到你的考量范围之内，我相信你对安乐死到底对与不对就没有那么确定了。而我这个杀手锏还没来呢，我最后一个杀手锏是什么呢？我在了解这个事件当中的过程当中啊，我查资料，查着查着，聊着聊着，我突然找到了一个线索啊，这个线索可能是大部分人没有注意到的。就说这家人他在养这个小松鼠，他养了7年，又在网上发视频，是吧？可能也因为这个呢，成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网红。这个松鼠也成了网红，这家人也成了网红。那成为网红嘛，你看我自己也做 YouTube 频道，我当然知道了，我才这个3000多个这个订阅，那小松鼠我估计是要比我订阅量要多得多。那这种情况下，他取得的收入给谁啊？那总不会给小松鼠吧？那肯定是给这个小松鼠的主人嘛。那我相信这个主人因此获得的收入，应该是完全能够覆盖掉他养这个小松鼠给他买吃的买喝的这些花费的，是吧？那这个时候我就想，他养了7年都安然无事，他是怎么出事的呢？他为啥就过不了第8年了呢？然后我在重读这个新闻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有一个细节被我理所当然的忽略了，就是这新闻的第一句话：被人匿名举报。我不知道各位在刚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有没有抓住这样的一个细节啊？我突然觉得人家活得好好的，他怎么就被抓去安乐死了？那么多人去搞，当然这些执法的过程，我觉得也是有失稳妥啊。不管怎么说，也是有失稳妥。养一个小松鼠嘛，我觉得不至于这样。好像说是这个冲进去一个什么人去他们家抓这个小松鼠的过程当中，还被小松鼠咬伤，好像就因为这件事情，好像是说迁怒了那些机构，说我无论如何也都要给你安乐死，我不想是不是要因为自己的这个员工受伤了，要报复心理等等等等啊，这个就是也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子的，但这个我们就先姑且不去揪它了。那我想的是，既然他是被匿名举报的，这个举报行为才是这件事情发酵的元凶，这个真的不是说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啊。这就是晴天霹雳，没来就啥事都没有，来了就咔嚓就安乐死了，对吧？那如果从这个角度你再去思考一下，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去举报的这个网红小松鼠这一家人呢？好，那如果想讨论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首先要把恶意举报排除在外。因为咱们在一些环境当中生活的久了，总是充满了敌意啊。那我第一个想到的，这是不是恶意举报啊？那你可能要问我，可能你的这个想法比较单纯，你会问我为啥要恶意举报呢？嘿嘿，我相信看我节目的说我的语言的观众应该都能理解，是吧？因为咱们是在这个环境里泡大的啊，看不得别人好嘛。是不是？你像我做一个这个YouTuber， 在这发视频，我费了半天劲，每天发一个，还搞直播，最后卖会员还卖不出去，是吧？然后我一看人家啊，就是养个小松鼠，月入100万啊，
这个在我随便说的啊，是我瞎猜的啊，我不知道，就是这个说顺嘴了，月入10块，这个有点开玩笑的感觉是吧？我妒忌了，那正好呢，可能这家就在我隔壁，或者是在我一个社区，或者怎么样的。好，我要搞掉你，就这种心理，这就叫恶意举报。那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只能先把恶意举报放在旁边。那我就问自己了，有没有一种情况是善意举报呢？也不能说是善意举报，就是无恶意的举报。有没有一种情况是它真的影响到我了呢？那举个例子，如果我是这家人的邻居，我这只是举例子啊，这真的是举例子。如果我是这家人的邻居，这家人养了小松鼠和浣熊，我会不会觉得受到了影响？那你要问我的话，我的答案是很有可能，而且这个影响啊，可能还蛮大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之前做过一期会员节目，然后去聊了我对养宠物、养狗和吸烟的这个看法。简单来讲，我是不养狗，不喜欢任何的动物，也不喜欢其他人养狗啊。我在路上看到任何人，甭管是中国人、外国人还是什么样的人，牵的是什么样的狗，我一定是远离的。猫还好一点，狗是我不是很喜欢的。我也说了，我不是排斥狗这种动物啊，更多的时候是不太喜欢养狗的这个人啊，因为这个人他没有为他养狗这个行为付出很好的应有的责任啊，比如说拉了屎你就要铲，比如说出去就要牵绳子啊，因为我是怕狗的。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就拿我现在住的这个房间来说，我左右邻居紧挨着我的都没有养宠物，通过我的观察都没有养宠物。但是我进入到这个房子之后，我发现我的前房东肯定是养狗的，因为我的院子里面全是狗屎。那个狗屎我夏天进来，现在到冬天已经下雪了，那个狗屎我到现在都没有解决过。花钱让人家来不舍得，因为确实自己比较穷，没那么多钱，舍不得花钱让别人干这些体力活，自己弄实在是受不了。啊，夹着这个铲这个狗屎，铲的我曾经铲了一簸箕，我就快吐了，是吧？那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我的隔壁的邻居是养狗的，那有的时候，当这个我隔壁的邻居这家把他的狗放到他的院子里面以后啊，因为我们这个房子这个院子并不大嘛，就那么巴掌点地儿，那可能我从外面回来，走过这个院子，上这个楼梯一响，我的隔壁的狗就在那边叫。我实话实说，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就算不是一墙之隔，中间还隔了另外一个邻居的这个院子，我仍然觉得讨厌，不喜欢，对我进行有了一些个的影响。那假如说他是挨着我呢？假如说他是一墙之隔呢？假如说我每次从我们自己家院子里面走过，想要走到我们家这个房门进入我们家房子的这条必经之路上，就在这一个薄薄的一片木板隔着的邻居家，就有一条大狗大声的冲着这个墙叫。是，我知道这个墙足够高，它可能也跳不过来；这个墙足够结实，它可能也撞不破。那又怎样呢？我也是个人啊，我每天这样我也要疯了呀。那虽然说松鼠比较小，假如说它在我的邻居家，看这么小的一个松鼠来回窜，对狗对于普通的我们这个邻居家分隔的这个木头的栅栏这个院墙，它可能是过不来，但是对于松鼠，它从他们家院墙直接上来爬到我们家院子里，这不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吗？我之前做 podcast 的，刚刚搬到这个房子来了以后，我做了一期 podcast 的，我还跟大家讲，我们家院子里面由于前房主常年的不去割草，不去打理这个院子，造成这个院子在不但杂草有半人多高，而且这个杂草丛里面，在我去除草的时候，竟然还发现了这个小地鼠一家。当然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地鼠啊，反正某种啮齿类的哺乳动物，刚出生的幼崽一窝，我还发现了。你们感兴趣可以追我的那个 podcast 的前2期去听听看啊，详细的给大家去讲了这个东西。那你说这些事情在我心里面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呢？我这个才搬过来几个月吧，啊，从8月份到11月份吧，才搬过来几个月吧。
那各位再换位思考一下，那像我这样的这种影响，可能我之后会打理我的院子，我还是会想办法把狗屎给铲掉，甚至以我的个性呢，我会把这个草地都弄平，院子重新打理，把它都弄干净啊。那慢慢的，我是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但如果真的是像我说那样，隔壁有个小松鼠，它直接就可以从院墙爬到我们家，虽然看起来人畜无害，但是你稍微上网搜一下，松鼠属于啮齿类动物，它是狂犬病的重度携带者，它也是会咬人的。那执法的人去抓的时候，不就是被咬了吗？这个新闻也爆出来了呀。那这个时候，如果它就是在我邻居家的，就是这样子的话，7年呐，各位，7年，一个人的人生有几个7年啊？那我不知道各位听到我描述到这样的一个环节，你们还会觉得对这个动物安乐死是一定不对的吗？我就不觉得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啊，当我看到这里，想到这里啊，我突然就觉得，你说我是不是就支持安乐死呢？也不是，因为毕竟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他的执法是有失人性的。我不能确定他执行安乐死是不是因为有一个人被咬了，才一定要执行安乐死。那对于美国的制度，我也不是那么的了解，我也不太有发言权。但是出于作为一个人类啊，我们这个物种最本质的一些对于人类跟动物之间的相处，那我虽然不喜欢动物，但是我也不希望这个地球上只有人没有动物。那我也是本着希望人和动物能够和谐相处，但是这种和谐它是需要有边界的。就像我找到的那个加拿大的新闻一样，如果这个熊或者这个是个狼，它本身对人就具有杀伤性，然后反复多次的没有其他办法，它去干扰某一家人或者是某一个社区的这些居民的话，那我作为人类，我也只能采取措施。那但是对于公园里面的那些小松鼠，它是真正野生的，那基本上你人不去逗它，不去碰它，它也不太会说，直接跑过来咬你一口，给你传染上狂犬病。所以其实我还找了，那是不是应该你如果说是安乐死，就是为了查出它有没有狂犬病？好了，那它是被人养的一个，你用这种极端的方法去查狂犬病，那么公园里面的那些成百只、上万只的松鼠，你是不是应该都抓起来去测一下狂犬病啊？那你要测狂犬病，你是不是应该把它都杀死啊？那你说都公园里就没松鼠了呗？那这我也是不赞同的。那在这方面我们再查下去的话，还真的是北美地区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哦，它会对某一个区域的，就是人和野生动物会离得比较近住在一起的某一个区域的这些野生动物做定期的抽检，来去看一看这个狂犬病的这个发病或者这个感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会有。但是我们拿脚趾头想也知道嘛，你不可能做到在人类旁边生活的所有的野生动物都给它去抓起来，把它安乐死。那你这个跟种族灭绝也没什么关系了嘛？那你这样再来一看，只给被人养了7年的小动物做安乐死，就为测一狂犬病，这还是对还是不对呢？那可是如果你再站在那个投诉他，对吧？举报者的那个立场。如果这个举报者是跟我这样的比较神经质的，是吧？看到动物就很紧张，他让我紧张了7年，他再不走，我就要走了，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下，难道这个举报者他是个人吧？肯定，他不是动物举报的吧？那举报者的权利我们要不要去保护呢？那如果我是要保护这个举报者的权利的话，那我觉得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把这个小松鼠跟浣熊从他的邻居家，我不知道是不是邻居啊，反正就是从这位他主人的这个家里面请走，你不能让你再养了，我才能够保护这个举报者的权益，对不对？那如果我把它请走了，我又不做安乐死，那这个时候这玩意儿被你养了7年，我把它放到树林里面，它又活不了，它可能自己又跑回你家里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松鼠那个脑子，我不知道他记不记录啊。那你说这个怎么办呢？你在参考之前有一个条款说，一旦野生动物被人圈养，失去野性之后，它放到原有的野生环境当中，它就没有办法生存了。那我们只能把这个安乐死。为什么？因为你不把它安乐死，你把它放到野生环境当中，它也是死，那它死得更惨，更不人道，饿死了，而且可能还会破坏这个野生生态，对吧？原有的这个生态。那其实你深入去考量之后，你会发现这是各方利益你都要去权衡跟照顾到的。那看到这儿，其实我就不觉得安乐死是那么的应该被批评和指责了。那人们往往可能更应该指责的是，你执法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太不人道了？他更应该去探究的是，你决定安乐死的原因的背后有没有这个抓松鼠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被咬伤的这个原因掺杂在里面。这个是对人性跟公正之间的一个考量，而不是说就是简单的你把小动物可爱的小动物安乐死就不对啊？怎么能吃兔兔，对吧？这个就简单的归因了。那我对美国大选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啊，但我对这个热点新闻兴趣也不是特别大。那之所以为什么今天给大家说了一个这个叫时事新闻，去聊了聊，自己简单的评价了一下，说了一下自己的看法呢？原因倒不是因为我对这个新闻怎么样，而是因为因为兴趣啊，是因为好奇心驱使，在了解这整个事件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对一些底层思考方式的认知有了一些新的突破。那我是想把我这个心路历程分享给各位。那原则上就是我找到了一种让两种不同的观点并存，又能够很好的像没事人一样的生存下去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你要知道很多事情是要平衡各方的利益，只有你让两种声音并存，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原来我为什么不理解为什么两种声音并存还最好？原因是因为我虽然表面上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是受早年的这种学校教育的影响，说这个是非黑白是要分的，还是受那种影响。但是从了解发生这个松鼠事件之后，我就觉得我已经不追求那个东西了，我反而追求的是更多的事情，它需要2种、3种、4种，需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利益和平衡。只有把每一个方面的利益跟平衡，每一个针对点都放在一起，你对事情的看法才能完整。你做出的决定虽然还是会有偏颇，还是会有人骂你，但最起码这是一个，我相信如果带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再去做一些决定，不管你是高到政府级别的决定，还是低到一个个人的这个决定，那么我相信虽然这个决定它肯定还是不完美，因为没办法完美，没办法完美的，是吧？那最起码在这个决定的背后，它是有温度的。好，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加个餐，简单分享一下我昨晚上这个的一些心路历程吧。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下次再聊。